魏无羡听到蓝忘机的回复之后很开心，坐到了蓝忘机的旁边道：“蓝湛，你的字好好看呐，上品，上品呐。”蓝忘机感受着耳边传来的呼吸声，实在是太近了，他已经能感受到魏无羡故意的温度了，耳朵上瞬间就染上了红晕，悄悄地往旁边移了移，道：“你快去抄家规。”魏无羡有些耍赖道：“不是吧，真要我写啊？那么多呢？”蓝忘机递给了魏无羡一本雅正集道：“抄。”魏无羡瘪嘴接了过来，坐在了蓝忘机对面的桌子上抄了起来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认真抄书了，有些放松了下来。魏无羡抄了一会儿，就开始盯着蓝忘机，不自觉地盯向了蓝忘机唇。蓝忘机看起来就是那种很禁欲、很清冷的样子，但唇色却相反，很红，勾得魏无羡眼睛离不开蓝忘机的唇，思想开始跑偏，想到了每天晚上在蓝忘机识海里灵魂交叠的感觉。蓝忘机早就被魏无羡盯得浑身僵硬，道：“魏婴，好好抄书。”谁料魏无羡直接过来，坐到了蓝忘机的左手边，道：“蓝湛，我每天晚上都感觉自己飘到了你那里。”然后话还没说完，蓝忘机紧张的笔掉了下来，一张抄得极好的纸就这么作废了。魏无羡一看就懂了，蓝忘机应该跟他一样，道：“蓝湛，你也能感觉到对不对？我们这是怎么了呀？我裤子都快被我洗烂了，真是的，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你呢？你书读得多，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蓝忘机不知该如何作答，想了想道：“我也不知。你今晚到净室，看看还会不会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好，我去。”晚上，魏无羡躲开江晚吟，悄咪咪地跑到了净室，到了净室门口，敲了敲门道：“蓝湛，我来了，你开门呐。”蓝忘机把门打开，魏无羡进去之后就开始打量着净室，发现跟自己飘着过来看到的一模一样，道：“我都快比你熟悉你房间的摆设了，天天晚上都能看一遍。”蓝忘机忍住羞意道：“今晚你在床上休息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呢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我去测试。”魏无羡拦住蓝忘机道：“还是我们一起睡吧，不是要看看怎么回事吗？一起的话看得比较清楚吧。”蓝忘机脚步一顿道：“好，你每天是睡着之后就会飘过来吗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。蓝忘机道：“今晚我不睡，看着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行吧，但是你明天不会困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：“无碍。”蓝忘机就坐在了床边，看着魏无羡逐渐进入了梦乡。蓝忘机有些失神地看着魏无羡的睡颜。等魏无羡熟睡后，蓝忘机就看到了魏无羡的灵魂从身体飘了出来，直接窜进了蓝忘机的识海中。蓝忘机的身体倒在了魏无羡的身上，蓝忘机就感受到了熟悉的感觉，因为今天他是清醒的原因，他还可以控制自己保持神智，忍住一浪接着一浪的刺激感。他看到了魏无羡宽广的识海，魏无羡的记忆在他前面像是一本书一样，一页一页的在他面前翻过去。魏无羡又是被这惊涛骇浪般的刺激感冲昏了头。蓝忘机勉强保持着自己的神智，翻看魏无羡记忆的时候，发现9岁之前的记忆竟然只剩几个片段。阿英，你要记得别人对你的好，不要记得你对别人的好，这样才能过得开心自在。阿娘，我记住了。阿娘，我要吃糖葫芦，你和阿爹回来给我买好不好？好，只要阿英乖乖的在客栈等我。狗狗，不要咬我，不要。好冷。好饿。阿爹，阿娘，你们在哪里？蓝忘机看着这几个片段心都碎了，那股子刺激的感觉都被他压了下去，他继续耐心的看下去。不要打我了。紫电打人好疼啊。师姐，莲藕排骨汤真好喝。我知道的，都是我的错，于夫人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要骂我娘了。求求你们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认错。蓝忘机看着那些将家人的嘴脸气的灵魂快爆炸了。他看到了关于自己的记忆。蓝湛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这是我自己刻的小木人，不知道蓝湛会不会嫌弃。蓝忘机没有一刻是这么嫌弃自己不会说话，口是心非的，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刀。魏婴从小就没有人真心的对他好过，都是他真心待别人，哄着别人，他怎么能让魏婴也为他难过？魏婴他过得够苦了，